大家好，我是 FCGRJ。那就在明天，10月10号就有新卡包。那新卡包的内容大家已经看到游戏的公告了吧？就是有天飞龙，然后灵兽、炼狱机跟那个哥布林啊。然后其中天飞龙是这个顶的啊，绝对是环境中非常强的一套牌组啊。然后灵兽跟炼狱机的话就能玩吧。那这个是我自己试组的，那它就是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总共有3G、3灰、3校分、1个马格、3个炮影，然后加2个劈头，所以这边就有12、13、14、15手坑，然后加上1个扫把、2个电爆、1个大蓝、3个1D，所以总共这边又有6张解牌。就这牌其实也兼容刺吸，就他在刺吸适用的状况下也打得死人，但比较就条件比较严苛一点啊。应该说条件比平常严苛，像幻影可能就没有那么好过之类的。对，所以这牌变态的点在哪？它的卡组很纯粹，它就是本家打得死人的卡片，加上干扰你的卡片。所以这卡组最猛的地方就是它的手坑真的很多，然后这个还可以再带结场。对，牌组为什么强？因为它牌效真的很高，它随便一张卡就可以把你打死，然后场地给的抗性也很离谱，最容易乱拳打死老师傅的牌组啊。那时候 OCG 大家最受不了的一套牌就这个。然后我们再来，我们就讲一下哦，你如果想要针对天飞龙的话，有一些什么基本的想法啊？那首先，我们先大家回想一下这个大3元的效果，它有一个站阶沉默的效果，所以我们先厘清一个最基本的观念，那种要站阶才能开的什么钟摆啊、稻草人啊那种的成功率很低，就是很容易被天飞龙就防掉，所以那种的完全没有用，不要想了，对，不要想了，那种的不太实际，好不好？不会赢，对 ，OK。这种站阶才能开的就蛮容易用不了的，所以不要想了。首先呢，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，我自己认为针对天飞是没有必要的，因为你与其想怎么针对它，不如直接加入它，好不好？就与其针对主流，不如加入主流。对，因为你再怎么针对主流，就是比你猛，所以没什么必要。但我们还是可以来讲一下，就是你对天飞。就是你在天飞环境上，你的卡组可能可以，就你玩其他卡组的话，你可以考虑怎么构组，就搞不好真的有机会针对到。但就是一般来说，我建议都是你要先去玩过天飞，你才会知道天飞哪边断了，或是哪边吃到什么东西会痛。对，那你要先了解它，你才能知道怎么对付它，懂吧？首先就是手坑的话，天飞基本上不太怕。有人说放幽鬼兔，但幽鬼兔它只要场地不含效果，你这个幽鬼兔基本上都没有用。所以，我自己觉得啦，手坑基本上都不怕，就没什么意义。那最有用的应该是炮影，因为炮影站阶可以用。然后校分的话，它如果没有场地的话，也是算还可以。就我觉得无效系其实反而来得更实际一点啊，兔子没什么用。就我看过大概80%那个天飞场地都不会喊效果，它大概只有20%场才在喊效果，因为它真的没有怪。对，所以问题在这边。然后再来是超融合，那超融合的话还可以，就还可以。它没场地的话，超融合还蛮怕的。那有场地的话，这个东西融不了，就比较尴尬，有可能会先被玫瑰龙清场之后。然后那个超外开门打死，所以比较麻烦。然后宇宙炫的话，这个卡片就可以清掉那个场地啊，就可以帮助你清那个场地，但你还是要去面对他其他本家的动点，对，大概就这样。然后藏币就是你开了基本上不会死啊。那救济四海龙那一套要求很高，所以天杯其实说真的很难达成。我觉得大部分状况下应该不会去带。所以，像能调度藏币的白银城，应该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，去 counter 天杯。但白银城打不打赢环境其他主流又是一个问题，因为环境其他主流大部分都是白银城的劣势对局，然后你可能大概70%时间其实不是在打天杯龙，就一个主流就算很强，大概3成已经很多了，再多一点4成吧。
但你如果打不赢剩下6成的场的话，其实就比较尴尬。对，然后天杯这边也有可能会放很多风或是重启。假设你那种陷阱牌变多的话，那你的白银城可能还是打不赢，就你的陷阱牌可能还是打不赢。所以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啊，就可能要到时候看大家 MD 玩家玩起来的习惯怎样的。然后达摩炮也是算蛮厉害的，就是因为天杯场地会给抗性嘛，但他就是给那个大黑猫的抗性啊。达摩炮开下去的话，大黑猫会送木嘛，就这个大家应该知道。所以天杯场地在场的话，你的达摩炮开下去，它所有天杯怪兽也都会送木，就是因为盖不起来，所以就会送木这样子。然后再来是贴纸类，贴纸类应该是最有效可以去针对天杯的卡片哦。就是季抽，然后召唤限制器跟千差万别，这些应该是最有效可以针对到天杯的卡片，基本上开下去几乎都会直接赢。对，那 MD 目前的话能放的牌其实也蛮有限的，而且就跟刚那个什么障壁那些都一样问题，就是你打到其他牌的时候，假设你不是拿到先攻，这些卡片就会变很尴尬。然后天杯如果带风的话，也会蛮尴尬的。所以话说回来，什么样的牌型比较有机会好打天杯？我自己想下来，应该一个是白银城啊，然后一四化应该有点机会，因为一四化的挡是比较立体的，洗墓地啊、白雪啊这些都是有用的。其实白雪应该也蛮反的，然后一四化的挡也是前后分离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有比较有机会。但白银城就是跟白银城一样。那个一四坏如果天杯就是带一堆手坑的话，一四坏还蛮容易做不出东西来的，那就很容易被打死了，所以很难说，很难说。然后再来就是优贝尔，那优贝尔的话，我自己觉得场面如果能完成，应该不会太难打天杯龙。如果天杯龙是带手坑的啦，那优贝尔在贯通掉天杯龙1-2个手坑的状况下，应该还蛮容易打的，就是。优贝尔的挡都是天贝龙怕的，就是那个倡导可以去炸他的场地，然后蓝狗可以去除去他的场子，然后神宫也很烦，所以优贝尔如果能打完的话，基本上是还不错啦。其实精灵跟那个幻影那种不会被战破只是其次啊，那个都有办法去过的，但是比较烦的是优贝尔挡很多，所以天贝龙可能会过不去这样子。但 MD 现在没有超售的状况下，我觉得优贝尔好不好打天贝龙，我觉得都不好说，对，不好说。以前是说旧形态的优贝尔好打，但我觉得现在很难说。阎王的话，只要能把场地处理掉，应该也还可以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其实很多卡组都有天贝龙可以应对的手段啊，但是我们逻辑上是这样，实战打起来可能不是这样。我以前 OCG 去打决赛的时候，我就说我们克魔蛇眼感觉理论上又开天杯龙啊，因为我们补点多，然后我们手坑贯通力强，然后又带了锁鸟可以自锁，然后还带了背牌还带了一堆贴纸，我们背牌战可以打贴纸战，然后实际上打起来就是召唤小蓝，然后被炮影过了，然后对面下白板把我打死，我手上是什么校分，我手上是校分增值狙，然后他第一动就贴场地，然后我就输了。就是第二把，然后上了东西，上了贴纸没抽到，然后被丢大宇宙人，然后就输了。对，所以就你实战打起来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个画面啊，就你逻辑上可能有一些应对方法，但实战上可能不太一样。对。然后天贝龙正边大热波，我觉得一定是假议题啊，就逻辑上来说不可能去正边大热波的。你就算嘛，你10场，你玩10场好了。我们环境内有3层的天杯龙，应该很多吧？那你要打到那3层的天杯龙，且你把硬币全输掉了，你才有机会用到那大热波，而且你又要在硬币输掉的时候抽到那一张大热波，懂吗？所以天贝龙带大热波就是假议题啊，怎么可能带？我才不信会带。你因为大热波后手抽到大热波输掉的场，一定比你因为大热波先手赢的场多。结论：天贝龙应该真的很强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先玩天贝龙。那剩下要针对他，应该也是要去玩 DC 的玩家的事情。我觉得一般玩家不要再耗脑子针对他了。你喜欢玩你平常的牌，你就照样玩没差，你就可以放一些针对的卡片啊，抽到有时候就会赢嘛，啊没抽到就算了，对吧？
不用特别想说你一定要抓天贝龙怎样的，就是 MD 大部分的人愿意玩其他牌的玩家很多啦，你天贝龙再多就是3层啊，不用那么怕。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我实况上来询问。觉得我做得不错的话，也可以加入会员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是 FC 加 Z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